结婚3个月，妻子提出离婚，竟然是因为我家的房子不拆了。实话跟你说吧，我就是因为你家房子要拆迁，有拆迁款，我才跟你结婚的，好吧？那就赶紧离，因为买房首付加了妻子的名字，车子又是婚后现卖的，按照妻子的所谓平均分割来算，杂七杂八下来，我得给他80万，还得现钱。你不给钱，我就闹，告你婚内强奸。我笑了，3个月纯赚80万，这比很多大型公司的利润都暴利，真以为我好欺负？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你逗我玩呢？看着面前的离婚协议，我都怀疑李娜是不是喝酒了。3个月前，我们才领了结婚证，连100天还没到，她就要离婚。少墨迹，快点签字，明早就去民政局办手续。李娜扔过来一支笔，催促我签字。你先等会，离婚总得有个原因吧？我不嫖不赌，也没家暴，好端端的突然要离婚算怎么回事？我耐着性子询问李娜，婚姻又不是做游戏，想结就结，说离就离，拿结婚证当体验卡了。你怎么这么多事？结婚的时候不是挺痛快吗？原因纸上写着呢，自己看。李娜有些不耐烦了，斜眼瞪着我，气鼓鼓的样子。这也叫原因？感情不和，你跟我说说怎么不糊了？我抖着离婚协议，有些恼火地问道。离婚原因就4个字，感情不和。从结婚到现在，我和李娜别说吵架，脸都没红过。前2天还商量着放假了去旅游，今天突然就要离婚，这不无理取闹吗？反正我就是不想跟你过了，你不签字，我就去法院起诉离婚。到底是好聚好散，还是撕破脸皮？你自己看着办吧。李娜撂下狠话，踩着拖鞋回了卧室。还真就挺突然的，愣了半晌，我回过神来，心里五味杂陈。倒不是我对李娜有多一往情深，舍不得和她离婚，我只是不理解她对待婚姻的态度，想一出是一出，离婚比吃饭还简单，这也太任性了。听李娜的意思，就算我拖着不签字，她也有别的法子逼我就范。算了，想离就离吧，守着这么个定时炸弹，还不如像他说的那样好聚好散。经过一番心理暗示后，我也说服了自己。随后我拿起那份离婚协议仔细看了起来，刚才光顾着意外了，都没注意上边写了什么。这一看，我原本已经坚定的心又有些动摇了。离婚这事说白了，不管签协议还是打官司，归根结底都是维护各自的利益。我和李娜结婚3个月，没有孩子，不存在抚养权的问题，唯一的牵扯就是财产分割。离婚分财产很正常，可这整整2页纸列出的财产分割明细是什么鬼？又不是破产清算，至于搞这么详细吗？首先是房子，也是最大的一笔财产。李娜要求对半分，我不是什么富二代，住的这套房是工作第2年按揭买的，因为单位福利不错，公积金比较高，每月只需要还1000左右，基本没有房贷压力。这7、8年来，都是银行直接从我工资卡扣钱，也没出过什么问题。在我们这座2线城市，100多平米的3居室，连利息算下来也就100多万。当时我是奔着过一辈子的想法和李娜结婚的，所以主动在房本上加了她的名字。现在看来，这是给我自己挖了一坑。结婚后，李娜掌管了财政大权，开始大刀阔斧改革。以前我就2个账户，一个工资账户，一个社保账户，反正钱都在工资卡里，随花随用就是了。李娜说这样太混乱，根本存不下钱，
要分门别类才行。于是日常开支、固定存款、育儿储备、人情往来等多个名目的账户就出现了。虽然有些复杂，可李娜也是为了这个家做规划。我还觉得她贤惠，真是太贤惠了。左手倒右手，直接把我的个人收入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其次就是汽车，车是领证之前买的，9%9新。以前我开的是辆几万块的代步车，为了结婚充门面，咬牙买了辆20万的 B 级车。虽然花的是我的存款，但也成了共同财产。再其次就是存款，我父母早逝，孤儿一个，根本就没有存钱的概念。每月工资加奖金1万出头，除了房贷，剩下的都用在吃喝玩上了。当初买房首付、结婚、装修、买家具，还有买车，靠的都是父母留给我的那点老底，用的也差不多了。李娜没有正式工作，在私企打工，工资也就4-5千，我俩的工资加在一起，除了正常开支，勉强能存下一半。结婚3个月，把几个账户统计起来，存款也就2万多，不到3万。这笔钱，李娜也要一人一半。除了房子、车子和存款，剩下的就是家里的电器、家具以及锅碗瓢盆了。按照李娜列出的明细，大到电视、冰箱、沙发、空调，小到空气炸锅和豆浆机，都要平分。我算了一下，李娜要分割的财产在80万左右。离婚协议上明确写着，她不要物品抵价，只要现金。这笔钱对我来说可不是小数目，至少目前来说，我掏不起，除非把房子、车子卖了变现。我不是小气的人，可我觉得李娜有点欺负人了。跟我过了3个月，就要分走一半的家产。说句难听的，我就算连续3个月找鸡，也花不了这么多钱，而且每天都有新鲜感。看完离婚协议，我不禁有些怀疑李娜跟我结婚的目的了。难道她是捞女，就是奔着分割财产才跟我结婚的？可想想又不太可能。我和李娜的婚期虽然不长，但认识的时间不短了。小学就是同学，她的长相和身材都很 nice， 就算当主播也是走颜值路线的那种。要真是个捞女，完全有条件去找那些富二代大老板。同样的程序，换个对象，他能拿到的钱至少也是80万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思前想后，就一个解释：李娜太拜金，离婚也想尽可能多占点便宜。可是她为什么要离婚呢？难道她外边有人出轨了？越琢磨，我心里越乱。绿帽子这东西，但凡是个正常男人都不会喜欢。我决定去找李娜，问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再谈财产分割的事。离婚可以，但我得知道是因为不爱了，还是他变心了。分财产也可以，可也得有个度，总不能一起过了3个月就拿走我半条命吧。卧室门关着，我拧了下把手，里边反锁了。开门，我敲了敲门。干嘛？签字了。屋内响起李娜的声音。没有，咱们先谈谈。我有点不耐烦了，在自己家还得敲门，这算什么事？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陈晓，你听好了，我就给你3天时间，要么签字办手续，要么上法院。李娜根本没有想谈的意思，连门都没开就给我下了最后通牒。门上传来碰撞后发出的声响，声音不大，应该是他把枕头扔了过来。他还生气了。自从结婚以来，我还是头一回这么窝火，忍住踹门而入的冲动，拿上衣服从家里出来。心情不好，我想喝点酒，也算是借酒浇愁了。步行到附近的夜市，随便选了家烧烤摊，点了几个串，要了箱啤酒，一个人自斟自饮起来。这个时间段还来夜市的，
要么是准备开启夜生活的小年轻，要么就是为后续做铺垫的小情侣。总之就是2个字：年轻。和他们比起来，已迈入而立之年的我，忽然觉得自己有些老了。结婚之前，我也和他们一样，通宵打游戏，第2天依旧精力充沛去上班。下班之后，约上3、5好友吃饭、唱歌、喝酒，来夜市吃顿烧烤，再去夜店蹦迪，讨论那些女孩们的身材，厚着脸皮去要人家的微信。自从结婚后，夜生活就和我无缘了，仿佛就在一夜之间，突然就成熟，多了一份责任感。我自认这3个月的婚姻没做过任何对不起李娜的事，也一直在尽心尽力维护我们的小家庭。可为什么突然就要离婚了？我是农村人，准确地说，我父母都是农村人。我快上初中的时候，他们觉得种地没什么前途，毅然决然把家里的10几亩耕地包给了村里的大棚户，带着我进城做起了小买卖。但并不是每个创业的人都能从白手起家逆袭成富豪。父母做小买卖确实赚了点钱，但离暴富还差得远，几年下来也就比种地强点有限。大概是因为太过辛苦，我上大3那年，父母双双患上了一种很罕见的疾病，还没等医院研究出治疗方案，他们就撒手人寰，永远地离开了我。因为父母都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再加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早年间都先后离世，所以我家基本上已经没什么亲戚了，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靠着父母留给我的钱，我读完了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市里工作。我和李娜就是还在农村吃流水席的时候认识的。我独自坐在烧烤摊上，一杯接一杯喝酒，思想前后，把我们从重逢到现在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回忆了一遍，想找到他离婚的理由。可是我失望了，根本就找不到。那些烤串凉了热，热了凉，直到老板告诉我再热就没法吃了，我才发现整个夜市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人了。原本延绵几公里、灯火阑珊、人潮如涌的夜市，此刻只剩下这间烧烤摊还亮着灯，一箱啤酒全都成了空瓶。我喝掉剩下的最后半杯，扶着桌子站起来，摇摇晃晃朝家里走去。虽然有些不胜酒力，但我还保持着最后的清醒，小声开门，轻轻关门，晕头转向，连拖鞋都没顾上换，就一头扎进了书房。时间太晚了，李娜已经睡了，摔门跺脚把她吵醒，太没素质了。我是个男人，就算要离婚，也要维持最后的体面，不是？书房的小躺椅是我唯一一个坚持要买的家具。李娜觉得这东西没什么用，可我觉得游戏玩累了可以躺着休息一会，反正也就几百块钱。她也没再坚持，一躺下就睡着了，做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梦。我是被门铃声吵醒的，一看手机，都快中午了，有点渴，还有点尿急。我揉了揉发沉的脑袋，坐起来，想去上趟卫生间，再去喝口水。刚准备拉开书房的门，就听到外边响起了开门声和说话声，吓得我一哆嗦，握着门把的手立刻松开了。陈晓不在家，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怔了一下，随即分辨出来，这不是李娜的好闺蜜王春香吗？她怎么会来我家？我一直都不怎么待见王春香，我们没有确定关系。往常和李娜一起出去玩的时候，这家伙也老掺和，还经常拱火，说我配不上他。但我只是碍于他和李娜的关系，没有太过明显的表现出来。不过李娜也知道我不怎么喜欢她的闺蜜，所以我俩的关系确定以后，
他很少带王春香出现在我面前。王春香唯一一次来我家，还是我和李娜结婚那天，来闹了一次洞房，仅此而已。不在，拖鞋还在门口扔着呢。昨晚听我说要离婚的事，估计有点想不通，直接就走了。这个点肯定是去上班了。这是李娜的声音。这俩人大白天的都不去上班，在家里见面干嘛？我心里不禁升起一丝疑云，慢慢蹲了下来，透过门缝想听听他们要干嘛。看来我昨天半夜回家，的确把音量控制得很好，都没吵醒李娜。还有我没换拖鞋，也让她阴差阳错的以为我没回家。你跟她都说清楚了，那她什么意思？王春香又问道。书房的门正对着客厅，我悄悄拉开门，从门缝里打量着客厅的情况。李娜和王春香坐在沙发上，脸色都不是很好看，还能有什么意思？不同意呗。我估计没准真得起诉离婚了。李娜冷哼一声，似乎很无奈。谁叫你长得这么漂亮？我要是个男人，肯定也舍不得跟你离婚。每天在床上搂着个美人睡觉，傻子才愿意打光棍呢。王春香摸摸李娜的脸，调笑道。随后两人开始嬉笑打闹，还顺带着聊起了夫妻之间的事。那些话我一个大男人听了都脸红。在我面前，李娜可从来没这么开放过，而且我还有种扒光了被王春香审视的感觉。我也是点背，一而再看走眼。这次把赌注压在陈晓身上，没想到还是输了。李娜忽然叹了口气，有些幽怨地说道：“赌注？那又是什么东西？”我忽然发现李娜身上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刚才没有开门而出是个明智的选择。好了好了，3个月而已，再说你也能捞一笔，总比之前那个赵凯强吧。王春香安慰李娜，不过听着怎么有点幸灾乐祸的意味呢？还有，赵凯又是谁？当初你说陈磊是做生意的，钱多到花不完，老娘主动贴上去，让他白睡了1年，才发现他就是个穷鬼，房子车子都是租来的。后来你又给我介绍赵凯，他确实有钱，可你没告诉我他有老婆呀。老娘稀里糊涂给他当了2年的二奶，打了3次胎，结果人家老婆找上门来，1分钱没捞着不说，还挨了顿打。陈晓也是，你说他家要拆迁，催着我赶紧跟他结婚，我厚着脸皮把婚结了，结果又不拆了。你到底有谱没谱啊？李娜显然对王春香也有一肚子怨言，开始抱怨起来。怎么又冒出来一个叫陈磊的？短短几句话，信息量巨大。和我结婚的李娜，并不是我认识的李娜。原来李娜的感情史远比她告诉我的更加荒诞丰富。当初李娜跟我说她只谈过1次恋爱，还是在大学里。直到此刻我才明白，原来李娜不过是给我编了一个故事而已。昨晚我分析了一番，怀疑她跟我离婚的理由是因为她外边有人了，还自作聪明否定了她是个捞女。现在看来，她就是个捞女。不过以前的李娜，不管是不是捞女，于我而言都不重要，她跟我没关系。她去傍富豪还是傍大款，都与我无关。可现在不一样啊，我们是夫妻，而且她的第3个目标竟然就是我。我从来没有，连做梦都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捞女的目标。就因为柴村要拆迁，李娜盯上了我拆迁户的身份，也是5000多万，对谁来说也不是小数目。值得一提，我也是几年前知道我们村子要拆迁的，还是班长告诉我的。如今城市发展，人口越来越多，市里就开始规划新区。班长告诉我，新区规划范围内就包括了我的村子柴村。这次市里准备的拆迁资金充足，
补偿方式也是按照市中心城中村的标准来。耕地虽然是集体资产，但落实到村民，每亩地也能拿到60万补偿。宅基地的补偿价就更高了，一分地110万，或者是同等价位的安置房一套。我算了一下，我家有1晌半耕地，也就是15亩，光耕地补偿就有900万，而且宅基地才是大头。我家的宅基地是从太爷爷那里传下来的，因为当时柴村人口少，所以村里分配宅基地的时候比较大方。我太爷爷分了2亩，我爷爷结婚时分了1亩半。等到我父亲那一辈时，村里的宅基地分的就少了，只分了5分地。我大学毕业后，户口迁到了市里，在村里是没有宅基地的。不过太爷爷和爷爷以及父亲这3代人加起来，也有4亩宅基地。4亩宅基地一分110万，就要4400万，再加上耕地补偿5000多万了。全家就我一个继承人，一次拆迁我就成了半亿富翁。5000多万，说不激动那是假的。这么多钱存银行吃利息，都够我一辈子躺平了。不过我好歹30岁了，这些年也算是见过不少世面，不至于因为这笔意外之财欣喜若狂。再说这些年过于拆迁的新闻层出不穷，有不少都是谣传。万一消息有误呢？万一规划方案变了呢？正式文件没有出台前，一切都是未知数。我还天真的以为自己遇到了良配，没想到不过是人家算计好的一盘菜而已。不过拆迁的事，我也只是听班长提过一嘴，后来就没了下文，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听李娜的意思，跟我结婚的主意还是王春香给他出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好，要不我费这劲干嘛？陈磊的事是我的疏忽，可那混蛋装得太像了，连我都骗过去了。可赵凯那事不能怪我呀，你俩玩得太野，都不背人了，被发现不是早晚的事。再说陈晓，你都奔30的人了，我还不是想让你以后有个好归宿？知道我为了这件事费了多大力气吗？光是柴村我就去了4、5趟，拐弯抹角打听陈晓家有多少地，家里还有什么人，5000多万啊！你后半辈子就荣华富贵了。谁知道说好的事又变卦了，柴村不拆了。我忙前忙后还落个埋怨，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你要再这样，那我现在就走，以后的事你自己想办法。王春香拉下脸，有点不高兴了，觉得李娜在埋怨她。我也是惊呆了，没想到这个王春香对我的事这么上心，还专门去柴村打听我的底细。这女人她图什么呢？好了好了，都已经这样了，再说这些也没意思。我现在都后悔死了，结婚的时候怎么没多问陈晓要点彩礼，不然现在还能多落点钱。李娜抱着胳膊生起了闷气，估计当时李娜象征性的只要了那点彩礼，是担心开价太高会吓到我，万一我因为彩礼不结婚，那她所做的努力可就白费了。本想着以身为饵，想钓上我这条即将成为拆迁户的大鱼，没想到谣言害人，我这条大鱼变成了小泥鳅。原来这才是李娜要跟我离婚的真正原因。我恍然大悟，现在后悔也没用了，当务之急是赶紧跟陈晓离婚，把财产分到手。陈晓虽然没什么钱，可蚊子再小也是肉，我都替你算过了，要是按照协议上的条件来分，你也能分个70、80万，3个月时间换70、80万也不少了。除去生理期1天1万，你就算出去卖也挣不了这些钱，就当是被陈晓花钱睡了。王春香掰着手指给李娜算账，倒也是，
要是正经女人听到这种话，不生气才怪。可李娜没有，还笑得很开心，似乎觉得这个价格还不错。这女人连最起码的廉耻心都没有了。躲在书房的我不禁摇头，忽然觉得离婚真是个不错的选择。没有拆迁也是上天对我的眷顾。要是我真拿到了那5000万，恐怕这辈子都被蒙在鼓里。两人随后又核对了一番离婚协议上的财产分割明细，确认没有遗漏导致自己吃亏，才放心。春香，我现在有点犹豫。你说我都30岁了，女人的花期马上就过了，将来再想靠这张脸吃饭，恐怕也不容易了。跟陈晓结婚这3个月，我觉得他人还不错，对我也挺好，是个踏实过日子的。再说他工作稳定，一辈子都有保障，不离婚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无非就是不能大富大贵。我见过的男人不少，经历的也多，有时候想想，踏踏实实过日子也挺好。沉默了一会后，李娜忽然有些纠结地说道：“这是动摇了。不过我心意已决，就算李娜后悔了，这个婚我也离定了，而且还不让他们如愿拿到半分钱。”王春香去拿水杯的手一下顿住了，回过头不可思议地看着李娜：“你说什么梦话呢？”王春香直起腰，一掌拍在李娜额头上，有些愤怒地说道。这一掌打得李娜猝不及防，直接向后仰去，躺在了沙发上。王春香就像一只突然暴怒的野猫，扯着李娜的衣服把她拉了起来。“李娜，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从良的星号子，就算洗得再干净，那他妈的也是星号子。”王春香双目圆睁，直勾勾盯着李娜吼道，那眼神像是要吃人一样，就连我也被吓了一跳。春香，你怎么了？李娜的声音有些发抖，哆哆嗦嗦问道。我是想告诉你，趁早收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踏踏实实过日子。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就算你后悔了，不想跟陈晓离婚了，可你以前做的那些事，你敢保证他永远都不会知道吗？还是说你觉得以陈晓的个性，能接受自己的老婆是个被千人骑万人跨的烂货？醒醒吧！与其将来丑事败露，还不如趁现在赶紧把婚离了，钱拿到自己手里才是最实际的。王春香意识到自己失态，松开手，缓和了下语气说道：“我知道了。”李娜发了会呆，然后重重点头：“姐妹，我也是为你着想，别因小失大。什么感情啊，良心的，都是狗屁。咱们女人吃的就是青春饭，长得再漂亮也有老的一天，到时候还得靠自己。你也不想再过10年，满脸皱纹，连美容保养都做不起，买个菜还得捡便宜的挑吧？趁着你还有资本，搞钱才是王道。只要手里有钱，想过什么样的日子都不是问题。”王春香拉住李娜的手，语重心长地说道：“是，我也清楚这个道理，刚才鬼迷心窍了。搞钱，先搞钱。”李娜挤出一个笑容，算是认可了王春香的说法。离婚的事你抓紧点，最好1个星期内把手续都办了，主要是钱，一定要打到你卡里才行，不能打欠条。至于陈晓是卖房卖车还是借外债，都跟你没关系，一定要现钱。王春香有点不放心，又叮嘱了李娜几句：“放心吧，最多1个星期，等陈晓下班回来，我就逼着他签字。他有正式工作，要顾及影响，不会闹到上法院打官司的。”李娜很肯定地说道：“这是自信吃定我了，那就说定了。等拿到钱，我陪你出去玩几天，散散心，顺便做几个改造的小手术。下家我都帮你联系好了，是个老头子，很有钱，结过3回婚，
老婆都死了，回来就能领证。王春香搂着李娜的肩膀，告诉她接下来的安排。老头子，李娜的眉头一下皱了起来，好像不太能接受自己的下一任丈夫是个老头子。嫁谁不是嫁？有钱不就行了？你又不是18岁的小姑娘，能挑选的机会不多了。实话跟你说，那老头快70了，就喜欢少妇，不喜欢少女，因为好色都把身体掏空了。结婚以后，你加把劲，最多2、3年就能把他榨干，到时候他的东西都是你的，就算柴村拆迁了，10个陈小绑一块，也不如人家有钱。无儿无女，没人跟你争遗产。王春香苦口婆心地劝说李娜不要计较对方的年龄，倒也是，不过你可拿准了，别再弄出个冒牌货来，要是什么都没有，我得恶心死。李娜很容易就被说服了，关注的重点也从年龄转移到财富上。我简直无语，这2个女人真是2朵奇葩。我这边还没离婚的，他们就连下家都找好了，甚至还在算计人家的身后事。放心吧，我都核实过了，市中心商业街几栋楼都是他的，每年光租金都有几千万，傍上他，你几辈子吃喝不愁。王春香拍着胸脯保证。2人又密谋商议了一番，王春香起身准备离开。姐妹，这次的机会来之不易，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那个品牌区域总代理的事就靠你了。走到门口，王春香又停下来，转过身说道：放心吧，少不了你的。李娜把她的好闺蜜送走后，独自沉思了一会，也拿着包离开了。从始至终，他们都不知道我和他们只有一门之隔。通过2人的对话，整件事的脉络已经很清楚了。李娜和我结婚，根本就不是所谓的情到深处水到渠成，这场婚姻就是针对我的设计，准确地说是个阴谋。还有王春香，她一直扮演着军师的角色，唆使李娜跟我结婚，教唆李娜跟我离婚，还不停拉皮条，给李娜介绍男人，凡事都有动机。王春香自然不可能因为她和李娜是闺蜜就这么积极主动，原来这其中还有利益牵扯呀。那个什么品牌区域总代理，就是王春香要的回报。我不经商，但多少了解点行情。一个区域总代理，哪怕是2线品牌，至少也得几十上百万，要是1线大品牌，上千万都不一定够。这2个女人各怀鬼胎，勾结在一起，坑骗我这个老实人。既然这样，那就不用再讲什么什么情面了。晚上我特意约同事在外边吃饭喝酒，一直拖到9点多才回家。期间，李娜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我都没接，发的那些消息也统统已读不回。一进家门，就看到李娜拉着脸坐在沙发上。陈晓，你这样有意思吗？拖着不回家就能解决问题了，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优柔寡断？还没等我换好拖鞋，李娜就开始先声夺人了，妄想在气势上压我一头。我算是切身感受到什么叫做的理不饶人，无理搅3分了。不过这一招对我没用，我慢悠悠地走进客厅，给自己泡了杯茶，坐下来盯着李娜看。你看我干什么？昨天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这个婚必须离。李娜被我看得有些不自然，下意识瞅了瞅自己身上的衣服，硬着头皮说道：可以呀，离吧。我抿了口滚烫的茶水，点点头。李娜一下子怔住了。虽然离婚是她迫不及待要做的事，可我如此痛快的答应，还是让她有些不适应。毕竟昨晚我一拖再拖，也不肯在协议书上签字。或许像李娜这样的女人，不管多大岁数，内心都住着一个小仙女吧，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全世界都应该围着自己转。他们看上了谁，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也是那个男人的福气。他们要离婚，对方就应该痛不欲生、痛哭流涕、寻死觅活才对。总之，要表现出对他们的依赖和不舍才对，这样才能体现出他们的重要性，才能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被人重视的。那签字吧。李娜怔了半晌，回过神来，有些失落地把茶几上的离婚协议推给我。签字没问题，不过这协议上的内容得改改。我又把协议推了回去。昨晚我就看过了，内容早已烂熟于心。你不想给钱？李娜立马拔高了音调。协议是她起草的，要改什么内容，她自然清楚。毕竟整份协议所有的内容都是围绕财产分割，没说不给，可都要离婚了，咱们两个从此一拍两散，我总不能再继续当冤大头吧？我笑笑，风轻云淡地说道。昨晚做出同意离婚的决定后，我还在想，只要不是被戴了绿帽子，就尽可能多分点财产给李娜。毕竟她一个女人家，打工也不容易，跟我不能比。虽然不能保她一世富贵，但是在能力范围内，我也希望她过得好一点，也算对得起我们这3个月的夫妻缘分了。可今天听到了她和王春香的对话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和她再没有半点情分，只讲利益。陈晓，没想到你这么小气，要离婚了就露出本来面目了，在钱上跟我斤斤计较。都说一夜夫妻百夜恩，枉我还把你当成个好男人。我看错你了，原来你和那些狗男人没区别，对我都是算计。看来我跟你离婚是最正确的选择。李娜有点破防了，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站在道德层面指责我。那些狗男人，你指的是谁？我抓住李娜话里的重点，反问道。我就是打个比方，陈晓，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就说离婚的事。李娜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结结巴巴，赶紧转移话题。我也没继续深究真相如何，我心里一清二楚，再计较下去也没意义，顶多就是揭露李娜的丑事，痛批一番她荡妇的行径，除此以外没任何作用。现在不就在说离婚的事吗？我同意，财产分割方面按照法律标准来，该给你多少给你多少，我一分不多占。我咨询过律师了，婚后购买的物品和工资收入可以算作夫妻共同财产，至于购买房子车子的钱财来源都是可以查清楚的。毕竟咱们结婚才3个月，查起来并不难。现在的法律条文已经很完善了，按照咱俩的情况，你差不多能分4万左右。重新起草协议，我签字，明天就可以去办手续。我简单给李娜普及了一下法律常识，这可不是信口胡诌。我今天真的找律师咨询过了，只要我不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李娜要想离婚，就只有走起诉离婚这一条路。而现行的法律规定，除非是我自愿，否则李娜的财产分割要求根本得不到支持。房子是我婚前买的，车子是用我父母留下的钱买的，唯一的纠缠就是婚后这3个月的收入与支出。4万块钱已经是李娜能分到的上限了，还是在我大发善心的前提下。真要细算，并且做到公平，她连1万都拿不到。未完待续，求赞，求收藏，求一切。想得美！4万块，你打发要饭的呢？我告诉你，没门！要么就按照协议书上的分，要么咱们就打官司。我就不信这世上还没个说理的地方了。李娜被我只愿意给4万块的说辞刺激到了，像个泼妇似的跳着脚叫了起来。她的预期可是70-80万，差了20倍，她接受不了。
既然你不愿意，那就去法院起诉吧。从递交起诉书到法院受理，再到开庭，庭下调解，最后出判决，至少得3个月的时间。你要愿意闹就闹，我有的是时间。咱俩之间唯一纠缠不清的财产，无非就是婚后这3个月的房贷，还有咱们2个的工资收入以及日常支出。这笔账要算清楚很容易的，别以为你列了堆乱七八糟的账就能作数，法院也是要核实的。不过事先声明，要离婚的是你，起诉书也得你准备，别指望我。我耸耸肩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李娜傻眼了，她万万没想到我竟然会是这样一个态度。按她的想法，我有正式工作，要注意影响，不能被离婚这种事拖累，更不可能跟他对簿公堂。所以只要他强硬一点，我就会乖乖就范。就像王春香给他出的主意，我哪怕卖房卖车借外债，也会满足他的要求。想法很美好，也很天真。现在什么年代了，离婚是很正常的事。我一不是明星，二不是高官，我至于在乎离婚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吗？再说，我既没有出轨，也没有家暴，就算离婚，我也不是过错方。我有绝对的自信和充分的理由，堂堂正正打这场离婚官司，拿上法庭要挟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太看得起自己，还是太看得起我了。陈晓，你一定要做得这么绝吗？咱们夫妻一场，真要闹到反目成仇，你才罢休吗？李娜挤出几滴眼泪，又试图道德绑架我了。打住打住，什么叫我做的绝？离婚是你提的，我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已，没逼你，也没占你便宜。难道非要我砸锅卖铁，把身家性命都给你才对？再说，反目成仇的是你好吧？我没打你，没骂你，结婚高高兴兴的结，离婚痛痛快快的离，这不挺好吗？至于夫妻一场，本就是散伙各自飞而已。你敢说你提出的条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到这份上了，装委屈装可怜也没意义。要么改协议，要么打官司，你自己选，做好决定告诉我，我直接兑回去，并且把李娜昨晚对我说的话全都还了回去。道德绑架，只要我没做亏心事，这法子就对我没用。现在主动权在我手里。说完，我直接进书房玩起了游戏。在离婚之前，我是不会去卧室睡觉了，一来觉得恶心，再者也担心李娜又出什么幺蛾子，万一再弄个违背妇女意愿之类的罪名给我就麻烦了。我毫不怀疑她能干出这种事，就算她想不到，王春香也能想到。毕竟这俩人连给李奈下一任老头丈夫怎么减寿领遗产的计划都做好了。我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而且我相信李娜很快就会做出决定。她急着找下家接盘，哪有那么多时间跟我耗着打官司？就算她有这个耐心，王春香也不会答应的。没过多久，就听到李娜急急忙忙出门了。不用想，肯定是去找王春香商量对策了。果不其然，第二天临下班前，李娜给我打来电话，说要见面谈离婚的事。和当初第一次见面时一样，李娜又带着王春香来了。以前我觉得是李娜重感情，和她这个闺蜜感情好，现在我有点看不起她了，因为我发现李娜没有主见，她的主心骨就是王春香。李娜带着王春香是来跟我谈财产分割的，如我所料，他们也不想走法律诉讼这条路，浪费时间不说，而且必败无疑。李娜虽然不敢打官司，但她多分钱的想法没变。刚坐下，李娜就跟我打起了感情牌，先是回忆往昔，细数学生时代的种种美好，
紧接着又开始盘点婚后这3个月的点点滴滴。陈晓，其实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虽然这2天咱们因为一些误会闹得有点不愉快，但这并不影响你是个好人。我不后悔嫁给你，可感情这事说不清道不明，谁也不能强求。咱们好聚好散不好吗？就算分开了，也能做朋友。万一将来我们经历了人生的磨砺，也许会发现彼此才是最合适的，重新在一起也不是不可能。李娜一脸情真意切地看着我说道：“好家伙，我简直要石化了，这得多自恋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来。他该不会是觉得全天下只有他一个女人吧？这哪是解释，这是给自己铺后路呢。而且都铺到月球上了，什么叫重新在一起也不是不可能，不就是离婚后他可以去找有钱男人接盘，我就得坚守独身，等他玩够了玩累了，万一没能得偿所愿，等到他人老珠黄了，再转过头找我给他养老送终。”我差点没把面前的水杯端起来泼到他脸上。人可以偶尔不要脸，但太不要脸就过分了。停！你在这演韩剧呢？又是深情又是悲情的，有什么事直说吧，别浪费大家的时间。眼见李娜说起来没完没了，我不耐烦地打断她：“看见没有，这就是你嫁的男人，本来面目都露出来了，暴躁、没耐心、绝情。”王春香在一旁撇着嘴数落我：“关你什么事？让你说话了吗？我是什么人，轮得着你评价吗？你算老几呀？”我毫不客气回怼道：“这个王春香真是越来越让人讨厌了。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跟李娜说话呢，让你插嘴了吗？自以为是。”王春香不甘示弱，一拍桌子，瞪眼冲我叫道：“我跟他谈离婚，还是跟你谈离婚？你在这逼逼赖赖什么？你能做主吗？你要能做主，那就咱俩谈；你要做不了主，那就闭嘴在一边听着。”我也拍桌子了，好像谁不会似的。陈晓，春香是我的朋友。李娜生气地冲我叫道：“你的朋友又不是我的朋友，咱俩都要离婚了，我还要惯着他？你也是，有话就直说，磨磨唧唧兜圈子算几个意思？不知道浪费别人的时间就等于谋财害命吗？”我又把李娜数落了一通，两人顿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坐在那大眼瞪小眼。到底谈不谈？谁谈？你俩赶紧决定，不说话我就走了，没工夫陪你们在这浪费时间。我可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对他们包容客气了，直接下了最后通牒，站起来作势要走。别，陈晓，我跟你谈。李娜急忙叫住我。接下来的时间，我经历了一场买菜式的讨价还价。李娜用商量的口吻尝试让我接受她制定的财产分割方案，我当然是拒绝的。之后，李娜和王春香又开始相互配合，一个扮红脸，一个扮黑脸，在原定方案的基础上开始降价。不过降价的幅度不大，一开始是什么电视不要了，沙发不要了，厨卫用具不要了。对于这种糊弄傻子的做法，我直接不予回应，任凭他们说的口干舌燥。我一声不吭，低着头玩手机，直到李娜把所有的家具都给我了，我也没表态。这时候她才意识到用物品当筹码是没用的。和王春香用眼神交流了一番后，李娜开始掏干货，一万一万的开始捡。我就靠在椅子上看她表演，有兴趣了就说几句，没兴趣了就沉默，反正我的底线是不会变的。至于王春香，好几次忍不住出言挖苦我，都被我怼了回去。直到李娜把要求分割的财产数额降到50万时，我坐不住了。不是我被这个价格打动了，是我实在没耐心听下去了，我屁股都坐麻了。李娜，我觉得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了。
昨天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4万块多1分都没有。依我看，你还是起诉离婚吧，法院判多少，我给你多少。这么耗下去真没什么意思。你们再合计合计，要么按我说的改协议，要么我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其他事就别麻烦我了。说完，我站起身，不顾李娜在背后叫我，直接离开。当晚李娜没有回家，她去哪了，我也不再关心。该做的我都做了，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何去何从，她自己去选吧。第二天一早，我正准备出门上班，李娜恰好开门进来，眼球里满是血丝，显然一夜没睡。签字吧，按你说的来。李娜掏出离婚协议递给我，是重新打印的，离婚原因依旧是感情不和，财产分割明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句男方一次性补偿，女方现金4万元整。看来昨天晚上李娜一直在权衡利弊，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我痛快利落地拿起笔，签上自己的名字，把协议书递给李娜，让她签字的时候，她的身体一直在抖。我明显感受到了她想刀人的心情，估计在她心里，这份协议并不公平，是我逼着她签的。我夺走本应属于她的80万，择日不如撞日，趁现在一起去民政局把手续办了吧，早离早解脱。我可不在乎她是什么感受，我只想尽早解除这段建立在肮脏内幕中的婚姻。终于解脱了，自由真好。从民政局走出来，我看着手里的离婚证，发自内心地喊了一嗓子，引来了不少人驻足注目。他们应该很少见到因为离婚高兴成这样的。上车，打火，一脚油门飙了出去。看到正准备上车的李娜被甩在后边跺脚生气的样子，我的嘴角不禁上扬。都离婚了，还想让我当司机？做梦去吧！有钱打车，没钱就走着。我又回到了阔别了3个月之久的单身生活，不用每天在心里牵挂着一个不值得的人，不用再刻意省着花钱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不用再因为一句男人的责任就放弃许多原有的快乐。其实一个人也挺好。转眼1个月过去了，我没再见过李娜，也没有去打听过她的消息。按照她和王春香的谋划，李娜应该已经和那个老头子在一起了吧？不过我坚信恶有恶报，他们这种为了钱毫无底线做事的人，早晚会遭到反噬的。这天我正在上班，忽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自称是宋庄村委会的人，让我回去签拆迁协议。再三核对确认无误后，我这才相信不是诈骗电话。宋庄是我母亲的老家，我从小到大也没去过几次。等我开车赶到宋庄，在村委会询问了一番后，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原来之前班长跟我说市里要规划新区的事是真的，柴村也确实在第一批拆迁名单中。不过后来因为地理位置和环境的缘故，市里又重新规划了新区的建设范围，补偿方案没变，但柴村被择出去了，宋庄被拉进来了。我母亲一家在宋庄已经没有亲属了，但还有外公外婆留下来的耕地和宅基地。外公外婆去世后，母亲是唯一的继承人。母亲不在以后，继承人的身份就落在了我头上。关键是面积要比父亲家在柴村的更大，20亩耕地，外加6亩宅基地。宋庄村委会费了不小的力气才联系上我，全村村民都签完字了，就差我一个了。糊里糊涂的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又签了一堆各种各样的合同，然后我糊里糊涂的回到市里。3天后，看到账面上突然多出来的7000多万补偿款，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怎么又变成拆迁户了？还是个更大的拆迁户。我每月挣的工资足够花，也没有投资做生意的天赋，挥霍是不可能的。我还没膨胀到真拿自己当暴发户了。这7000多万补偿款，我全部存了，定期在银行吃利息，一年下来也有100多万。要是哪天我突然不想工作了，这笔钱也足够我躺平，之后的日子还和以前一样，该上班上班，该娱乐娱乐，悠然自得。转眼又到了毕业季，我收到高中同学聚会的通知，顿时有些不自然起来。我的高中同学宋婉瑜是这么多年一直藏在心里的白月光，那时的她是个美丽的公主，而我连骑士都算不上，充其量就是守城堡的小兵。我喜欢她，可我从来不敢表露心意。这份暗恋陪我度过了整个高中。上大学后，我依旧深受单相思的苦，也曾试图谈恋爱来改变，可最终都失败了。直到父母去世后，我的心态和注意力都发生了变化，才改善了不少。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这些年的高中同学聚会，我一直都找各种理由推脱。不是我不想和老同学们见面，我只是害怕见到他。人有生老3000疾，唯有相思不可医。经历了和李娜短暂的婚姻后，我的心态再次发生了变化。逃避是没有用的，最终还是要面对。见面就见面吧，与其一直藏在心里，还不如痛痛快快拿出来。人这一辈子，该经历的、不该经历的，我都经历过了。我不觉得还有什么能打倒我，想通了，也就放开了。我大大方方去参加聚会，饭店大包厢里有几十个人，人挤人，人挨人。可我一眼就看到了他，他也一眼认出了我。不只是久别重逢，还是心有灵犀。我们同时迈步走向对方，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们异口同声说道，相隔了10几年的手，第一次握在一起。同学聚会基本上就3个阶段：吃饭喝酒吹牛皮，唱歌喝酒吹牛皮，八卦喝酒吹牛皮。第一回合结束后，已经有1/3酒量不行的同学被迫退场。等到第2轮，我实在受不了那几个光着膀子搂在一起鬼哭狼嚎的家伙，借口买烟溜了出来。我会抽烟，但是没瘾。站在走廊尽头，打开窗户，准备点支烟，可风太大，火机也跟我作对，打了好几次都被吹灭了。就在我想把烟和火机一起扔出去的时候，一片纱巾忽然围了过来，帮我挡住了风。是宋婉瑜，我一下就愣住了，叼着烟看着他发呆。我以为褪去了青涩，多了成熟，在面对曾经的心上人时能自如一点。可我发现自己还是会紧张，和以前一样。他冲我一笑，努了努下巴，我这才回过神，赶紧把烟点着。陈晓，你怎么样？宋婉瑜把纱巾披在肩上挽了个结，主动问道。离异，吴海。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如实回答。不知为什么，我竟然生出了一种背叛的负罪感。你呢？宋婉瑜没说话，我下意识问道。未婚。宋婉瑜笑着摇摇头。我怎么觉得她笑得有些哀怨？其实，我和宋婉瑜再一次异口同声，又不约而同停下了。你先说。沉默过后，我先开口。其实我知道高中3年，你每天都会给我写一封情书，1095封，可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下笔，用嘴跟我说一次呢？宋婉瑜说着，撅起嘴，似乎有些生气了。你怎么知道？我脑子里轰的一声，这是我一个人的秘密。宋婉瑜是怎么知道的？我不光知道，我还看过呢。高考前一天，你把装情书的箱子埋在学校的小树林里，被保安看到了。宋婉瑜有些嗔怒地说道。高考前夕，
我藏在心底3年的爱始终没有说出口。我自以为是想做一份青春的祭奠，就把写给宋婉瑜的情书装进一个箱子里，埋在了学校的小树林里。结果被学校保安看到，还以为我要破坏高考，埋了什么违禁品。等我走后就挖了出来，结果发现是情书，还是写给同一个人的。当天晚上，那一箱子情书就送到了宋婉瑜手里。你知道吗？那晚我熬夜看完了所有的信，没休息也没复习。我没考上清北，都是你的原因，你要负责。宋婉瑜在我胳膊上使劲拧了一把，说道：“我可以负责吗？”我抓住宋婉瑜的手，看着她的眼睛问道：“这些年我没谈恋爱，没结婚，就是在等你负责。”宋婉瑜又拧了我一把，不过力道轻了许多。我负责你的余生，我来负责。我不再胆怯，不再羞涩，张开双臂把宋婉瑜搂在怀里。班长来市里买鱼饲料，打电话约我吃饭。李娜出事了，你知道吗？趁着宋婉瑜去卫生间的功夫，班长压低声音在我耳边说道：“我和李娜从结婚到离婚，唯一知道内情的人就是班长了。毕竟2个他都认识，他那种人出事不是早晚的事吗？有什么好奇怪的？”我满不在乎地说道，表面虽然平静，心里还是很意外的。我早说过李娜会为她的行为付出代价，没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这才过了几个月，关键是这是丢人呀！李娜他们村里都传遍了，她父母都没脸在村里待下去了。班长把详情跟我说了一遍，听完后我也是一阵唏嘘。原来李娜跟我离婚后，就按照原定计划，在王春香的介绍下勾搭上了那个包租公老头。那老头也看上她了，就在饭桌上给她发了个大红包。然后李娜当晚就搬到老头那去住了，只是没想到这一住就闯祸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